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紅牆觀察，我是真言。張幼俠、劉振立被抓後，因為輿論的廣泛關注，包括美國的一些媒體和智庫都在做出各種分析。然而2月4日，一名美國的將領在 X 平台上出語驚人，他尖銳地指出，習近平對軍隊的大清洗不是他強勢的表現，而是一種戰略疑慮的症狀。而這種疑慮正是由美國主導的戰略有意地塑造出來的。咱們今天就來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分析。在此之前，讓我們先從習近平開始講起。習總今天的心情看起來很不好啊，會見烏拉圭總統，臉繃得特別緊。一位網友在 X 平台上這樣調侃說，在評論區裡有網友注意到習近平的臉腫得很厲害。自張幼俠、劉振立被抓後，習近平在公開露面時，多次被外界發現神情焦悴、壓力山大、面部浮腫之類的特徵。這似乎反映出張幼俠、劉振立這兩個軍隊裡的實力派人物。他們雖然被官宣落馬，但是他們在幾十年裡形成的軍中人脈網絡和個人威信，都讓習近平寢食難安。這種強大的精神壓力已經影響到了他的健康問題。與此同時，專業的分析人士指出，習近平雖然看上去在新一輪軍中清洗中佔據上風，但是卻加深了中共體制的長期脆弱性。他們用的一個概念可能會讓70多歲的習近平不太高興。他們將習近平的這種大清洗稱之為是斯大林主義，關鍵還是晚期。從中共解放軍報連日來釋放出的信號可以看出，習近平現在對軍隊非常擔心。以2月3日的一篇普通文章為例，在這篇以新疆軍區某師為例的宣傳文章中，有一個引人注意的關鍵詞“心理”。在這篇不足600的文章中，心理出現的次數竟然接近20次。例如什麼心理波動、心理疏導、心理健康、心理緊張、焦慮、煩悶等情緒低落、心理陰霾等等。文章雖然談的是新疆軍區某師，實際上宣傳的對象則是中共全軍。結合張幼俠、劉振立被抓後，軍隊裡出現的種種反常表現，例如網絡上出現的各地軍車、軍隊異動視頻，軍報上一反常態的寂靜，以及對張幼俠、劉振立案定性的快速降調。軍報評論員文章反復鼓動，要求全軍與習近平從思想和行動上保持一致。這一切的現象用一個詞來描述，正是軍心動盪。美國2025年度的中共軍力報告裡的一段話，在張幼俠、劉振立被抓後依然適用。隨着領導層更迭、崗位空缺而出現的政策連續性不足，這些人事變動也在解放軍內部產生連鎖反應。很顯然，這些反應都是習近平和中共最害怕的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美國的專業分析人士最近對習近平使用了讓人矚目的“加速”一詞，這讓人想起華人網友給習近平起的一個綽號“加速師”。看來大家在這一點上形成極大共識。馬蘇·約翰遜博士是詹姆斯頓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，他曾著有《中共國爭取全球數據主導權的大戰略》一書。1月26日，他就張幼俠、劉振立被抓撰寫分析文章，標題是《北京的晚期斯大林主義》。他認為，習近平對張幼俠、劉振立的抓捕，這種權力整合，加速了中共政治向一種晚期斯大林式失衡的漂移。文章指出，在中央軍委最新一輪軍中清洗中，習近平似乎佔據上風，但他是以進一步拆解那些制度性保障為代價做到這一點的。因此，習近平不是解決了體制的長期脆弱性，而是加深了這種脆弱性。中共对張幼俠、劉振立用腐敗進行定性，但是約翰遜博士指出，在列寧主義體制中，反腐更應被理解為合法性語言，而非真實動機。在採購不透明、權力高度裁量、資源分配高度政治化的體系中，幾乎所有高級幹部在某種意義上都存在腐敗問題。
也就是說，所謂的反腐只不過是習近平清洗張又俠的一個借口。那麼，習近平究竟是為什麼一定要除掉張劉二人？作者指出，因此習近平不信任任何獨立權威中心。這句話讓人聯想起蔡奇和王小洪，因為隨着張又俠、劉振立等軍中大佬的消失，蔡奇和王小洪已經成为能夠威脅到習近平的少數幾個人。以習近平掛在嘴上的所謂底線思維，這兩個人現在已經成為他新的政治隱患。清洗的刀刃很快將向這兩個人及其親信頭上斬去。約翰遜博士指出，雖然習近平看上去獲得了暫時的成功，但是這種晚期斯大林主義的一大弊端，那就是體制的死胡同。也就是說，習近平這麼幹，最終的結果很可能導致共產黨政權的完蛋。文章說，習近平將個人權威與政權生存綁定，不存在獨立申訴機構，也不存在持久接班程序，只有領導人與其維繫的體系，這帶來長期不確定性。只要習近平在位，他可以主導局面，但清洗、制度掏空與權威集中也意味着體系難以在其離開後平穩延續。談到斯大林主義，俄國人顯然有着刻骨銘心的體會。對於無數的中共官員來說，這些體會更加珍貴。讓咱們聽聽前蘇聯宣傳部長雅克夫列夫是怎麼說的。他說，斯大林是職業掘墓人，他個性暴戾，是最奸詐的惡棍。他是布爾什維主義制度最明顯的代表人物，是耍詭計、搞恐怖活動的能手。這種制度造成的神志不清如此深刻，如此損壞一切和吞噬一切，以致直到今天，還有不少人對這個殘害千百萬人的兇手頂禮膜拜。雅科夫列夫在《霧海俄羅斯百年憂思錄》一書中，反省了俄羅斯自10月革命以來所走過的道路。20世紀已經結束，對俄羅斯來說，這是最可怕、極度充滿仇恨和偏執的世紀。看來是時候了，應該醒悟和懺悔，應當向幸存下來的被囚禁者請求寬恕，應當跪倒在千百萬被處決、死於飢餓的人們面前，應當喚醒沉睡的良知，並且最終承認，是我們自己幫助體制奴役我們，奴役我們大家的每一個人。對於被抓捕的這一個個中共將領來說，假如有一天他們看到這段話，內心的感觸應該比任何人都要深刻。世界應該感到慶幸的是，正是由於以美國為代表的正義力量，阻止了共產主義在世界的蔓延。一位美軍將領最新的分析，向我們講述了他們是怎麼針對中共的弱點進行降維打擊。對於發生的這一切，習近平根本連看都看不懂。下面咱們就來分享這個精彩的分析。2月4日，邁克爾·弗林將軍在 X 平台上轉發了他弟弟查爾斯·弗林將軍的分析。查爾斯·弗林曾任美國陸軍太平洋地區司令部司令，他一語驚人地指出，圍繞習近平最新一輪清洗解放軍的評論浪潮，無論是學者、外交事務的文章，《紐約時報》還是各類智庫，幾乎一致將其解讀為習近平正在進一步收緊對中共和軍隊的控制。這種視覺是錯誤的。這件事的核心並不主要在於北京對自身做了什麼，而在於我們美國及其盟友正在對中共做什麼。查爾斯·弗林說，美國持續的多領域的競爭性壓力正在悄然侵蝕中共的信心。習近平的清洗並非強勢表現，它是戰略疑慮的症狀。集權體制在不信任自身機構、擔心誤判，並感到外部環境變得不再寬鬆時，往往會發動清洗。而這種疑慮正是由美國主導的戰略有意地塑造出來的。應該說，查爾斯·弗林的這一分析視覺獨特而犀利。查爾斯·弗林指出，美國對中共的威懾包括系列實際內容，例如，美國首先在印太地區加強與台灣、日本、菲律賓、澳大利亞等夥伴的自主與韌性建設，同時敦促北約盟友承擔更多責任。
另外，美國重建國內工業能力、供應鏈與經濟韌性，尤其通過關鍵礦產與稀土資源開發，打破北京的槓桿優勢。其他的方面還有通過有針對性的關稅措施，重新平衡貿易逆差，保護美國工人和產業。通過午夜之錘和絕對決心等戰略行動，展示可信的硬實力，證明我們能夠精準而果斷地打擊，放鬆對美國能源行業的監管，釋放創新活力，實現能源獨立。在人工智能領域展開競賽，同時大力投資科學、醫療與國防技術，創造巨大機遇，並重振美國創新能力。除此之外，美國還有一個習近平最害怕的方面，那就是美國的創新精神。查爾斯·福林說，他曾多年近距離地見證美國士兵在戰鬥中奮戰，在他們的基因中存在着與生俱來的即興應變與創新能力，快速思考，更快適應，隨時構建解決方案。他認為，這種被徹底釋放的美國創新精神，正是中共習近平以及所有集權領導人最為恐懼的東西。當這種精神在各個領域由每一位美國人全面釋放時，我們的對手將只能看到我們的尾燈，根本望塵莫及。最關鍵的是，美軍的這一現實對台灣意義重大。一個對自身軍隊缺乏信心、對升級控制缺乏把握，並日益意識到盟友凝聚力的中共領導層，不太可能輕易在侵略問題上下注。當成本高昂、風險不確定、信心被削弱時，冒險將成為他們無法承擔的賭博。因此，福林將軍總結說，真正的故事不是習近平在收緊權力，而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正在發揮作用，正在塑造一個讓侵略更困難、吸引力更低的環境。众所周知，川普刚刚和習近平通話，很多朋友可能對此表示擔憂，擔憂川普會不會上習近平的當，擔憂台灣的前途命運。當我們看完福林將軍的這一分析，顯然有助於看清川普政府的整個戰略布局。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的話，川普政府所下的正是一盤中共看不懂的棋。習近平正在一步步把這盤棋走向終局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。點燃希望，為正義發聲。感謝您關注紅牆觀察，我是真言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